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无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共同学习寒山大师的这个新诗歌啊。我以前也讲过，这个新诗歌呢是没有这个传承，没有传承，但是呢因为里面的这个歌词的内容啊，就是歌词的内容呢就是很好，所以我想我们这个共同学习啊，就算是共同学习，而给别人真实的传输的话呢，最好是有这个传承啊，就最好有传承。当然你们就是便于理解，就是大家共同探讨阅读啊，就这方面应该没有什么不合理的。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这个学习，因为这个是就没有这个藏文版本，也没有那个怎么说啊，就是真实的这个没有看过真实的讲义和一些那个其他的这个上师面前也得过，就是所以我解释的呢不一定是这个准确啊，如果不准确的话呢，就是希望道友们就是应该这个予以这个改正。那么这个新诗歌呢，就是这次是凭自己的这个理解来给大家做简单的字面上的这个解释。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个寒山大师呢，就是明朝的时候呢，四大就是高僧之一啊，就是像那个智波禅师啊，还有叫什么这个欧益大师啊，还有我们这个寒山大师和这个主弘禅师吧，就是这四大高僧之一。那么他呢实际上是非常这个精通，就是大小乘的这个经典，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他著的这个许多这个经典的注释和讲义，还有呢他有精通世间的一些这个道教啊、儒教啊，还有那个就其他的一些这个传统国学思想啊，正因为这样，他跟这个大学啊、中庸啊，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孔孟思想呢，就是也做了一些不同的这个注释。但后来呢，大概在这个78岁的时候，就是实现圆寂啊，就是说是他的这个肉身的话呢，现在也是在这个兰花市啊，就是兰花市这个广东，就是广东兰花市是有这个3个肉身，就是一个是寒山大师的，一个是六祖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丹田的吧，是吧？应该所以寒山的有吧？真的有啊。那么他应该那个就是有很多的这些这个论著啊，就是论著，所以我们呢也是这个结上善缘吧，就是简单的就跟大家共同学习啊。我解释的过程当中，如果解释的不对的时候呢，可以你们这个举手啊，就是可以纠正啊。下面就是讲那个就是就红尘白浪两茫茫，人如何是妙方？到处随缘烟水月，终身安分度时光。他这个这一个继承呢，就是主要说这个红尘呢，我们好像那个从这个唐朝以来吧，就是在汉地呢有这个名词，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首都呢就是长安，就是在哪里呢就是红土比较多，就是所以当时这个时间或者是这个老式城市呢就比喻成这个就是这红色的这个飞尘比较多啊，就是以这样的比喻来说这个红色的这个尘埃和白色的这个波涛啊，就波涛呢就是
就是漫无边际的啊，就是它这种这个就漫无边际的，也就是说呢，就是实践当中的这个摆红的这个争夺啊、竞争啊，这些都是这个无边无际的。人们呢，就是整天的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吧，就是红尘里面的这些人们呢，都是这个互相呢，就是勾心斗角的，就是这样这个互相呢，就是奋战啊。它的这个唯一的妙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安忍啊，就是忍辱，和这个入和啊，就这个忍辱和入和的话呢，就是在实践当中所有的这种这个战争斗争，或者说是这种波涛的怎么说妙药吧？就是妙药，就是佛陀在那个圣经里面也讲过，就是说这个若常信如何，众人所爱敬啊，就是若常这个信如何。就是长期的信如何的话呢，那么众人这个所爱敬，就是众人呢会这个对他这个尊重，就是对他呢就是会这个喜爱的啊，就是喜爱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呢，就是应该说是唯一的这个安忍呢，就是使一切这个端出这个真正的因啊，就是也是佛陀在这个中阿含经里面讲的吧，就是为人能者正，就是施法可珍贵。施法可尊贵吧，就是不是珍贵尊贵，就是说这个唯有的这个安忍呢，就是能制止就是世间的各种争夺啊，所以这样的这种这个安忍法呢，就是在这个佛法当中啊，就是它是最这个珍贵的、最这个殊胜的，因此应该在如今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互相就争夺特别这个这个多的这个社会当中呢，就是唯一的这个如何，或者说是互相的一种这个和谐啊，就是和爱就这是这个最重要的就最重要的。再说呢，我们就是不管是人就是处于在什么样的这个事件当中，或者说是就是到了这个什么地方的话呢，不要就是有过多的这个强求就不要过多的，应该呢就是随着自己的这个缘分随着自己的这个缘分，终身呢也可以说是一辈子呢，应该说是这个安分守己就是随着这个自己的这个因缘呢，就是而度着自己的这个时光我们有些人呢，就是自己短暂的人生当中呢，就是很想这个发财升官或者说是自己本来的是没有这个特别就是端严的容貌，但是呢，就是非要就是做这个整容手术等等等就强迫的就是一定要到就是某种目标那这样的话最终自己也是不开心的，这个生活也是没有这个规律的。因此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呢，就是不要就是特别的去这个违规就是违规这种这个法治就是违规法治的话呢，就是这个就不正常了比如说水呢就是往下流的这个日月呢就是在天空当中运行的，如果我们特意去阻挡这种规律的话呢，很有困难的一个人他如果贫穷的话呢，他有这个贫穷的这个缘分；一个人呢，就是他特别的这个相貌丑陋的话呢，他有这个不公的一种这个缘分。你非要这个强迫的要改变过来的话呢，这个是相当这个困难的。因此呢，我们经常就是也称为这个自己的生活也是这个随缘吧。自己有条件的时候过得好一点也可以，没有条件的时候呢，就随着这个随缘而过。自己实践当中的任何一种这个对境就是当你各方面的因缘具足的时候呢，就是没有强迫也是回来的就比如说你的家里的这个发生的一些这个不开心的或者痛苦的一些事情的话呢，那么这种不开心的事情无法这个改变命运的事呢，就是始终回来的就终回来的。所以呢我们应该这个随着这个自然的这种这个法则呢，就是而这个过非常这个平静的这个生活就这样的意思。那么下面第二个颂词呢，就讲那个休将自己心甜美，莫把他人过失扬，今生应处无懊恼，乃凡作事好商量。
它这里呢，其实这里每一个字啊，就比如说名词和名词，就是前后的这个两句呢，里面都是这个单字和双字都是这个对应着的，就是应该是从那个修饰的角度来讲呢，就是它是一个对应的，就是应该很好的。那么它这里说是不要呢，就是将自己的这种这个心田，就是良心吧，就良心呢，就是隐藏，就是或者是覆盖起来啊，就是自己拥有的这个良心呢，就是不要这个就覆盖，同时也不要把这个别人的这个过失别人的这个过失呢，就是在这个众人面前去这个宣扬啊，就是不能就是，而且呢自己在这个生活当中这个为人处事啊，或者与别人这个交流啊、应酬啊，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一定要这个小心谨慎的啊，不要呢就是造成就是对别人就是不开心的事，以后呢自己也是产生这个懊悔啊，就是这种这个伤心的这个事啊，就伤心的事，在做事情过程当中呢，就是应该就是很细致的、耐烦的，就是也可以说是很这个耐心的吧，就很耐心的这个做事情。所有的这些事情呢，就是跟别人通过这个商量啊，这个沟通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要讲到，就是首先是就是不能就是宣扬就是别人的这个过失，因为我们看到别人的有过失的话呢，实际上是这个是自己是最坏的这个一种这个行为吧，就是扬人恶，即是恶的。我们在那个《弟子规》里面也说了，就是宣扬别人的这种这个过失的话呢，就是说明是自己是特别这个坏的。而且我们说别人的过失呢，其实这个别人也是不愿意听的。比如说我的过失，别人宣扬的时候呢，不愿意的。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我们以前也讲过，就因此我们这个最好呢，就是不要这个自己的这个良心就是受到这个牵制啊。如果经常就是见到别人的过失呢，就是说明这个人自己呢肯定有许许多多的这个过失，常见自省过谦，不见他人是非好恶，是吧？好恶那个。好像六祖坛经里面也这样讲的，就是所以他这里呢，就是说，就是第一个就不要就是说这个别人的过失，然后跟别人这个交往这个接触，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就是就懂得了这个为人处事的基本的这个原则就一定要跟别人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对上者呢就是进行这个恭敬就是尊重，对自己中等的人呢就是和睦相处，对这个下等的人，对自己下面的下属的人呢，用这个慈悲心来这个维护。总而言之呢，就是人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不要就是吵吵闹闹，不要呢就是跟谁的就是合不拢就有些人就是这样的，就是自己怎么说就是不管是谁，就是到这个出家人的群体也好，对这个在家人的群体当中，对谁的合不拢，就是那种呢就是对大家的这个合作性就是特别特别弱，就是那这样一来的话呢不要说我们这个处世间的真正的这个街头的这个修行甚至在实践当中的一般的这个部门当中或者群体当中呢，就是这种人很难有这个成效就很难有这个成效。所以说我们应该就是有什么事情呢，就是也不能就是自己做账，就跟大家呢就是要这个共同商量。门峰仁波切在这个军规教员里面也再三的讲了，就是任何一件事情呢比较大的这些事情呢，就是要大家共同这个商量，共同商量以后决定的话，即使这件事情没有成功呢，但最后呢就是不会对你有任何的这个怨言。如果我们没有商量，自己自作主张就顺便这个抉择的话呢当然这件事情是成功了的，可能是还不错。就如果没有成功的话呢，别人都会把这件事情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过失呢就是再归于你，就这样呢就不合理的。因此我们就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就是对人就是对别人呢就是要这个考虑好就对别人的这个介入的这种这个方式方法上面呢，就是应该有一种这个三桥方便法就是三桥方便法。那么第三个颂词呢，就是说这个从来印怒宣贤断眉间杠到口以上热火炙饮热火炙饮先口舌朝前多为很心肠。
他这里，就是说，我们这个从来都是实践当中呢，这个比较坚硬的这个弓箭呢，比较这个坚硬的这种公路的这个弦线，弦线呢，就是只要是它这个拉得特别坚硬、特别近的话，那就是会容易这个断掉的啊，就断掉的，这是一个比喻的。还有一个呢，我们每次都是这个见到那个特别锋利的这个钢刀啊，它的这个锋利的这个口呢，就是很容易就是遇到任何的这个其他的像石头啊，就是其他的一些比较坚硬的这个物体的时候呢，就是它的这个刀口呢，就是容易损伤啊，就是容易这个损伤。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你的这个钢刀呢，就是太锋利了的原因，而你的那个弓弦呢，就是太棒了，就是太近了啊，就是太硬了的这个原因。所以这说明呢，我们实践当中做任何一件事情，如果你的行为是太粗暴了，你太刚强了，那这样的话会这个处处呢就是遇到一些这个不顺之险啊，就是不顺的这个事情。所有的这个热火啊，就所有的这些这个祸害呢，就是也是这个大多数都是我们的这个语言当中就是造成的。然后很多的这个招来的这种前果啊，就是前是指的是过患吧，就是那么这些过患呢，就是大多数都是很多人的这个心狠术了啊，就是心地不善良而这个导致的。所以从这个计算当中呢，就是要这个说到就是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呢，就是刚才前面讲的一样，一定要有一种这个如何，一定要用一种这个平和的这个态度就是心平气和的这个方法来解决问题和和解问题，就是调节问题呢，就是调节任何事情呢，就是很容易这个成板的。而自己的这个说话，就是自己的这个心态呢，就是时时都是一定要这个关照，否则的话呢，就是也会就是导致就是种种的这种这个过患呢。以前那个古代的这个什么这个老子也是他说过，就是他说呢是多言数穷就是如果语言多的话呢，就是会带来就是种种的这个不便孔子也说过，就是说是这个巧言化语呢就是便足以这个扰乱德行就是便足以这个扰乱德行。所以我们应该有一种这个很这个如何的怎么说就是很如何的一种这个方法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对人的这个交往也好，或者是这个事情的承办各方面呢，就是有着很大的这个利益。编译政治这里面呢也说了，就是心条能如何谦让而谨顺就心条能如何谦让而谨顺，就是心就是跳入就是心这个容易跳伏，而如何的话呢，那么对别人的这种谦让恭敬随顺都是这个很这个容易的什么学问诵习经，乃为人中尊吧，就是学问诵习经乃为人中尊。所以这种人呢不管是这个求学问也好，或者是这个诵经文修学经文就什么样都是，因为心跳入的话呢，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是很容易的就这就是人当中就是最珍贵的，人当中呢应该说是最这个了不起的。我们就是经常交往的这些金刚道友当中呢，有些人是确实这个心很跳入的话呢不管是他就处于什么样的这个环境都无所谓的，都可以的，都相应就是都跟大家就是随顺就是都适应如果你的这个心不堪能的话呢，你今天在这个部门，明天在那个部门，后天在这个部门还是不行这在哪里都待不住的。你今天在这个班，明天在那个班也不行的。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回顾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呢，我们实践当中的很多的不顺利呢，就是来自于可能自己的这个语言行为，还有自己的刚强难化的这个就是这些毛病就这些毛病而导致的。因此要解决这种问题的话呢，就是首先是通过这个大乘的这些深深的这个教法来就是调伏自己的这个心因为大乘佛法的这个力量和价值是不可思议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心特别粗暴野蛮的人通过一段时间的这种修学闻思之后呢就心就是容易这个调顺堪能，就是会有这样的就是会有这种人
下面就是讲那个是非不必是非不必争任我彼此和谐论断肠啊，就是彼此和谐论断肠，世事由来多缺陷，还取焉得面无常。他这里呢，就是说，这个是是我，非是他人，就是是是非非的这些呢，与这个人呐，就是整天的是这个争论也没有什么这个意义的。然后彼此呢，就是说一些那个别人的这个过失啊，就是说这个长短呐，就是那这些呢，就是也没有这个意义的啊，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世间的这个人和一些事情呢，都是应该说是这个缺陷是比较多的。我们这个世间是娑婆世界，不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话呢，一切都是快乐的、清净的这个，而娑婆世界呢，就是像那个《百念经》啊，许多这个经典的教证来讲的话，就是叫这个看人这里面的这个度化众生的菩萨也要有一定的这种顽强力否则的话呢，就是他度不了下面的干柴兰花的这些众生，就是他就忍不了的。而我们这里的这个或者实践当中的这些人呢，也要看人，否则的话呢，就是误主恶事误主恶事的话呢，那么就是真是就是怎么说就是就很难这个适应，就是在这个实践当中。因此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实践里面呢，就是全部都是这个缺陷是比较多的就是从某种角度来讲，缺陷是比较多的。因此呢，就是哪里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怎么说就幻化的这个身躯幻化的这个身躯呢，也是就是明白了无常的，就是在无常的这个短短的事件当中天天的是讲那个你我是非就是还有很多的这个争斗就这些有什么意义呢？本来都是无常的，我们时间就是很忙的再加上是这个人生也是这么短暂人生也是这么短暂，在这样的这个短暂的人生当中呢就是哪有这个功夫呢？就是讲一些这个是非我看以前有一个告这个也是一个吧，就是新时事就是新时事，这是这个罗庄严。罗庄严是我以前讲过他的故事，就是他这个出了家以后呢，就是13年当中在其他的寺院里面就是做这个出河然后呢他就回去的时候，他原来的这个妻子和那个就是他的这个儿子呢，就是当时的是没有这个认识的，后来他写一个寺友就离开了这里，就是最后的已经开悟了。他做了一个新式的这个跟我们这个新式歌呢，就是基本上是相同的，就是里面都是说过，就是说是这个世事纷纷如闪电，轮回滚滚如云飞就他讲的很好的，什么今日不知明日事，哪有功夫是是非，哪有功夫立是非吧？就是我看我们这里很多道友都可能学过吧，就是我想方便的时候呢我们也这个学一下，就是这个里面就是也有很多就比较好的，说是我们这个世界呢，就是像那个就是闪电一样的。就瞬息万变的这个轮回呢，就是滚滚的这个这个乌云一样的就乌云一样的。今日呢，就根本不知道是明日就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哪里有呢？就是讲一些别人的这个是非。我们每个人如果真正自己就是重视自己的修行，每个人呢就是自己觉得是自己的这种这个就是利益他众的这个心就是比较重的话呢，就是不会谈论什么这个别人的一些是非。我看到我们这里有个别的道友就的确是就白天这个晚上都是这个除了自己的基本的一些生活以外的话呢，都是想着这个众生的事而且想着众生的事呢，我前两段所做的一样的这个事情越多越好就是如果是自己的这个事情呢，就是为自己的这种养活为自己的一些事情呢，事情就是越少越好就越少越好。为什么这么讲呢？如果这个自己的琐事太多了，障碍这个修行；如果利益众生的事情多了，即使障碍自己的修行呢，我觉得也是值得就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就是利益众生的这个发心呢，就是一定要先有这个菩提心来设置，然后呢就是继续做就继续做。如果舍弃了这个或者说是没有这个机会的话呢，就是觉得有点这个可惜我并不是说是因为这个发心人找不到而这样说的，但我自己内心当中呢，也是心里面就是想经常如果我的这个一天当中呢，就是做的有些事情
耽误了我的这个修行的时候，我会反观自己的，我是不是为众生而忙碌，就是耽误的呢？是我自己的这个散乱，或者说是我自己的这个烦恼而这个耽误的。如果我为这个众生而这个耽误了我自己的修行呢，我就绝对是心里不会有后悔心啊，就是值得。今天毕竟是为众生的事情呢，所以确实我没有时间，就是从早上到这个现在，就是为了众生而忙着的。那这样的话呢，我这个自己的，比如说年纪呢，我自己的课托啊，自己的这个关学啊，就这些的事今天没有的话呢，就是这个为众生的事情和自己的这个事情比较起来的时候呢，我应该先选择就是为众生的这个事情这是我自己这个发心当中的稍稍的一个体会和这个经验。就是当然每个人就是可能各有各的一些这个价值观，就是也许有些人认为是这样是很好的，有些人认为呢就是这是不合理的，就是应该是先度自己再度他人，就是也会可能有这样的。不管怎么样呢，他这里说是哪有就是论那个时间的一些这个是非长短呢？就是本来时间都是这个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那么再说是自己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到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就是空空一场就没有什么的这种这个常有的东西。但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就是懂得了，就是一切都是无常的，没有必要就是谈论这个其他的过失，自己就是真正认真的去修行吧，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持其愧除冤我爱，退让三分夜不妨，春日才看杨柳绿，秋风又见菊花黄。那么这个呢，就是像我们在这个平时生活当中的话呢，就是吃一些亏就是吃一些亏呢，就是就没有什么就是到不了的，没有什么就是到不了的，应该就是非常这个好的。而给别人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对别人就是在别人面前就是让步吧，就是让步的话呢，就是也是就是没有什么这个不可以的就是我们经常这个色的话呢，就是获得得，就是色得，就如果色不色的话呢，就是不得就是色不得色，就是不色的话呢不得，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所以我们这个失败和这个亏损呢，就是自己这个承受，而这个生利和利益呢，就是奉献给他，就是这就是修行八颂当中的最深深的一个教养我最近找到一个修行八颂的那个修行八颂的另外一个什么讲吧各系吧，就是他的一个讲义，就是如果方便的话呢，就是像这个翻译出来，而且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修行八颂呢做任何善事以后就是做这个回向就是做回向的话呢，相续当中自然而然生起来这种利他的这个菩提心，自他交换的这种菩提心。所以为什么阿底峡尊者呢就是特别的这个恭敬呢他的这个金主上师呢，因为金主上师呢给他只是传了自他交换的这个菩提心，其他的这个上师呢阿底峡尊者移植了那么多的上师，但是其他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虽然很恭敬，但是呢就是经常提起来的时候呢就是他并不是这个合掌就合掌到这个或者流眼泪其他上师是没有的，就是这个就非常这个赞叹和欢喜。金主上师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就是对他真正这个传输了就是自他交换的这个菩提心。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讲到了，就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就有一些这个吃亏就是或者说是一些这个亏损那这些呢就是吃亏是一种这个福就是也没有什么这个就是痛苦的。再说呢，就是他这里就是用一个比喻比如说这个春天的话呢，就是这个绿色的这个杨柳就是特别的这个好看，就是特别的好看。而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呢，这个季节就已经这个时过境迁了，就可以说是这个黄色的这个菊花呢，就是来这个代替。当然可能我估计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历史背景呢，就是比较复杂，不管是泽波禅师的这个传记当中也好，还是寒山大师的这个历史当中看的话呢，就是当时跟这个皇帝跟这个佛教徒之间呢，就是也有不同的一些这个就是怎么说就是特殊的这个历史，就是所以他这里呢也有可能就是间接的呢，就是说你今天呢就是当皇上，你今天呢就是高高在上的人呢，但过一段时间呢，就是不一定就是会
变成这样的，就整个玩法呢就是无常的。我们这个秋天的这种外面的这个树木和这个叶花呢，就是到了这个就是春天的这个树木叶花呢，就是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呢，就是不一定就是可以就是有这个更新的逆一种啊，就可能会这样也可以。或者的话呢，我们在这个事件当中呢，就今天我这个树这个吃亏啊，就今天呢我给别人让步的话呢，那么明天呢就是会我得到了就是逆一种这个报应呢，就是逆一种报应。我今天就是对别人让步，我就奉献给他的话呢，那明天呢就是或者说下意识呢，他对我会这个好的啊，他对我好的。整个事件呢就是不可能永远都是就是保持不变的一种什么这个让一就是什么让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呢就是什么就海阔天空是吧？就时间也有书画当中也有这种说法吧，就是我们这个让一时的话呢，就是你在遇到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这个事情呢，就是会这个风平浪静的啊。如果我们就是退一步呢，就确实你的这个前途啊，你的这个就各方面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办得很这个顺利的，就是所以说我们经常呢。跟这个如果以这个大乘的这个教研或者是以无常的教研结合起来讲的话，可能把这里面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讲得更这个深刻所以汉地有些这个大德啊，就是他们那种这个什么那个真道歌也好，或者是一些新式歌的话呢，词特别好，但是在解释的时候呢，我们跟这个一些大乘佛教就是结合起来，然后呢就是解释呢。更有这个深深的这个意义吧，就是深深的意义。荣华重视三根梦，富贵欢同九月霜。老兵四生虽体德，就酸甜苦那自承担。他这里呢，就是说，这个荣华和这个富贵啊，就是荣华呢，是这个晚上这个就是很容易这个醒的这个三根啊，就半夜三根的这个梦，或者是这里面就是也有可能就是黎明前的这种梦，就是可能有两种意思吧，就容易这个醒的，就是马上就没有，或者说是你当时的这个美梦呢，就是在醒来以后一点都是没有的，就时间的这个荣华就是这样的。然后富贵呢，就是在这个秋天的这个霜呢，就是因为天气比较热，就很快就这个消失了啊，就是很快就会消失的。这些也就是说，我们实践当中的这个荣华富贵也好，就是名声也好，地位也好，或者说人们就是特别这个希求的一些这个相貌端严呐，就是等等，就是这些呢，很容易就是消失啊，就是不会呢，就是待很长时间的，不会待长时间的。唯一的什么生老死病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在轮回当中啊，不断的会这个感受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所有的这个酸甜苦辣所有在这个地狱里面就是感受，就是特别就是这个难受的这种痛苦和在这个三趣当中呢，就是获得的这个天界的这种快乐等等，就是这些酸甜苦辣的所有的这些生活经历的话呢，不可能就是别人来代替啊。所以你为了这个荣华富贵而这个造恶业的话呢，就是那么自己呢就是承受自己的这个过报啊，因为众生呢就是不懂这样的，就是哪有一个整个这个世界上呢，就永远都是不衰败的，就是一种这个景象呢，就是没有的。所以门仁波切在那个二归教论当中也是说了，就是一切这种这个荣华的话呢，就是最后也是会这个就衰弱的啊，就是衰弱的。一切这个美妙呢，就是最后也是变成这个出落的。还有一切这个高贵吧，就是最后会这个堕落的。就这个词题可能有点错了啊。然后说是这个有为诸法其未见就最后说是有为的这些法，就是有为法的这些一切法呢，就是难道没有见到它的本相吗？啊，就都是这样的。在这个世界上哪有永远都是高高在上的，永远都是这个美丽富饶的？有没有？就是没有的啊！就我们记得在我们的这个基因当中，我们以前就是特别羡慕的一些富贵的人呢，就是现在沦落为这个乞丐的。我们以前认为是他们就是特别了不起的这些人物的话，如今呢也变成了特别凄惨可怜的。所以说呢，就以前那个六度基金里面也说了，就是说是
生者啊，就是生是心神的心，生者呢就是必衰，逝者必续，就是虚妄的虚。那么我们这个世间的话呢，就是机器的这个愚蠢呢，这整个就是高级必多就或者是这个趋吉避善的这些真理呢，就是谁都是不懂的。下一个颂赞。人从巧计跨邻里，天从从容定主张，残取坦诚堕地狱，公平正直即天堂。他说这个人呢，就如果是那个就特别那个巧计的话呢，那么就是别人呢就是夸为这个就是聪明伶俐，但是这种这个技巧和这种花言巧语，或者说是一些这样的这种这个阿谀奉承的话呢，实际上在人面前就是也许你的这样的这种假动作就是会成功的，但是在这个天人面前，在我们世间的规律面前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就是就改变的就是可以说是就是天子从容呢，就是定主张，也就是说，在这个因果不虚的规律面前的话，那你就没办法就是逃脱的我们经常也说是人的这种做任何的一些不符合这个良心和因果规律的事呢，就是诸天尊呢就是有这个天眼，上师三宝呢就是会知晓你的这个所作所为或者是一切行为，在他们面前呢就是无法这个隐瞒那么这样的话呢，你通过这个残取或者是贪心嗔心来这个造恶业的话呢，来造这个恶业的话呢，那么最终呢就是必定会是堕入这个地狱恶鬼旁生当中，感受这个痛苦。如果反过来说，你在实践当中呢，就是做这个公平正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而且呢，就是以无贪无嗔的，就是心持三法的话呢，那么你可以呢，就是前往这个极乐世界吧，就是在这里的天堂呢，就是极乐世界，或在这个清净刹土山区当中呢，就是感受一切的快乐，一切诸世间三恶法为主，就是我们那个诸法纪要经里面讲的吧，就是一切的这个世间的三恶的话呢，就是其实这个自己前面的这个命运，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前途的话呢，就是全部到底是快乐还是痛苦呢？就是基于你自己的这种这个行为就是识人度小什么。神仙好，只有金钱忘不了。你们好了个，里面就是说，说的是的都在说，但是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世间人呢，说是这个，他们说是神仙好，但是我们就说是这个真正的这个诸佛菩萨或者说是这个极乐世界呢，就是人们都就是觉得是就很好的但实际上遇到这个生活遇到贪心，遇到嗔心，遇到一些那个不好的这个因缘的时候呢，就是面对不了，对峙不了，这样以后呢，就开始造恶业，造恶业以后呢，就感受这个未来的这个痛苦，就是所以我们。怎么说就是在这里也讲了一些这个生死因果的道理吧，就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千万不能这个违于就是这种固定的就是一种这个因果法则否则的话呢，就是确实每个人呢就是会就像这个吃了毒药一样的，就是将来呢就是感受就是这种恶趣的这个痛苦就是应该这个意思。那么下面就是像这个蛇影相中身显四，禅为四多明早王一即阳神品为善，两种和气二成汤。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在实践当中比如说那个蛇的话呢就是它是因为那个就是獐子的话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麝香就很香，就很珍贵，就是它是一个特别昂贵的药物的原因呢最后的话呢，就是它自己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因为这个麝香而这个牺牲吧，就是这个猎人呢，就是开始这个射箭，就是或者说是通过这个打枪就是来就是杀害他。
然后时间的这个禅呢，就是也是因为它的这个这个禅师呢，就是特别的这个贵重的原因呢，也会这个上面啊，就是也为了这个上面。我们在谦信里面也是这样呢，就是有些是因为自己的这个皮肤啊，因为自己头上长的角啊，因为自己的骨头啊，因为自己的这个皮毛等等，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众生呢，就是受到了这个生命的这种这个威胁啊，就是也是这样的。那么这些都是人们呢就是不知足不少欲，而这个贪婪就是以这个贪婪的这个原因呢，就是造到这个树上啊，造到了就是自己包括这个生命的这种这个付出啊。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呢也是不知足而这个过一个特别就是色测的这个生活的话，那也会就是造到了这样的这种危机。因此呢，我们应该过一种这个清贫寡欲的这种清净，就是什么这个平平淡淡的这种生活啊，这样呢就是才能得到就是真实的这个利益。所以一剂养生呢，就是它可能是这个是一种这个药的这种这个比喻来就是说明吧。比如说这个一剂这个养生的这种这个法呢，就称为是它的这个平胃散啊，就是一个这个养生的这种平胃散，就是这是一种这个药物的这个名称。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两种啊，就是两杯的意思，就是两杯呢就是和气。就是和气是我们在这个和气气，也就是说和气融络的，就是互相呢就是和睦相处的这种这个行为啊。那么这样的这个和气的这个二陈汤，就是也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就是平胃散和这个二陈汤呢，就是两种药，就是也可以说依靠这种药的话呢，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健健康康，就是可以呢就是过得很这个舒服的这种日子或者生活。那同样的道理，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就是不能有就是特别过多的一些贪欲，应该比较这个清贫的，就是调心养生的一种这个吆喝，还有呢就是互相这个契合融络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生活啊，这样呢就是才能就是得到真实的这种快乐。所以佛经还是这个佛什么佛所行赞里面也讲了，就是说这个多求则为苦，少欲呢就是则安隐，就是少欲就是则安隐。那么就是为安隐求因那个少欲，就是就更何况说呢，就是求这个真正的解脱啊，就后面也是这样讲的。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如果是就是多求的话呢，就是会就是许许多多的这个痛苦就是接踵而至啊。如果你是少欲的话呢，就是就过得很安逸的，就是过得很快乐或者，所以为了就是安乐的话呢，也应该值得少欲的话，那么更何况说是求真正的这个解脱求真正的解脱，如果不少欲呢，就是根本得不到的。就是因此呢，没有这个解脱，或者是没有一种希求这个清贫的这种生活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修行呢，就是也绝对是这个不能这个成功的。所以从实践的一个比喻来，就是也说明呢，让我们应该就是过一个自足这个少欲或者说是不要就是有过多的这种这个贪欲吧就是不要有过多的贪欲。就是应该是这个意思。说我今天不讲一些公案了，就简单的字面上做解释就可以了。下面就是说，这个生前枉费心前往，死后空留数亿床，悲欢离合朝朝闹，富贵穷通日日忙。这个词很好就是你们应该那个让背诵就背诵吧。这个背完呢经常呢就是在那个实践当中就是给别人就是也可以讲一讲，就是这个词很美的，我读得不好，但是呢我觉得应该，我看以前的一些那个歌星呢，他们有些明星的话呢也唱过，就是唱了以后然后你们自己平时就比较这个开心的时候也可以唱一唱，然后不开心的时候也可以唱。这个实践当中也没有什么这个吵吵闹闹的，也没有什么看不破的
啊，就是尤其是汉传佛教的一些高僧大德的这些金刚歌里面呢，就是看破红尘啊，放下自在，这方面就是有很这个殊胜的一些窍诀。藏传佛教的一些大德的话呢，就是利益众生和菩提心方面呢，就是尤其是大圆满的这个觉心各方面呢，也有就是特别就是殊胜的。所以我们应该呢，就是用这些这个教言呢，就是对治自己的这个烦恼就经常呢，就是处于一种这个法喜充满的一种这个快乐的这个状态当中。有些人是始终都是这个愁眉苦脸的，就是心里也不舒服的，然后这个跟别人这个接触的时候也是一个小小的事情呢，就是就开始通过这个放大器，就然后呢就一直这个小题大做啊，就是慢慢就是什么事情的这整个这个气氛都就变乱了，就是没有必要的。没有必要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话呢，其实也是活不了很长时间的啊。就刚才前面也讲了，就是我们这个身体肉身的话呢，就是也免不了无常的。那么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尤其是呢，就是你跟这个个别的一些这个金刚道友也好，实际上不学佛的这些人当中，接触交往的这个时间是应该说是很短暂的，没有必要就是今天跟这个人斗争，明天跟那个人战斗，就是所以说你就这一生呢，就是成了一个战斗机，就是有什么用呢？就没有用的啊！战斗机有没有这个说？没有，没有。是吧？今天我就比较开心，所以我装着一个开心的一种安隐的修行人的这个姿态来说。明天不开心的时候，我自己就变成了战斗机，喳，有可能。好，他这里说是生前呢，就是生前呢，就是飞行呢，然后就是就谋求那个就是自己的这种财产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名声啊、财产啊等等，就无数次，然后一辈子呢，就是辛辛苦苦的。就可以说，就是就招来就是种种的这个财产也好，地位也好，就这样一直这个奔波啊、忙碌啊，就是这些。但你这个最后啊死的时候呢，就是实际上是就是这个什么空疏一双啊，就空空如也，就是什么就空疏而归。就最终的时候呢，你所有的这些世间的这个金钱也好，地位或者我们的这个世间当中的所有的一切事的话呢，就是都连这个一根毛都带不住的啊，就是可以说你的这种整个自己特别贪着的这个身体啊，就这些也是得不住的。世间金宝等王在水火侵，就是侵略的劫，时时系舍利啊。就四时细色呢，无有燧人者，就是应该只在那个附近是扎汉经还是什么里面，就是有这么一个校正，意思就是说，世间的这个金钱也好，这个还有这个财宝也好啊，还有就各种这个房屋啊就是这个轿车啊等等，就是一切的话呢，到了最后的时候，有些是以这个国王就是抢走的，有些是这个盗贼就是偷走的，有些呢就是地水火风当就是这四大的这个灾害而这个毁灭的。就当你死的时候呢，就是即使你这些就是没有遇到一生当中的这些，但是当你离开的时候呢，就是所有的事这些啊，就一分也是带不走的，就是分文不没办法就是带走的。就是那么唯一的跟上你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实践当中就是做的这个善事和恶事啊，这个的的确确是跟上的。所以我们千万呢就是不能就是对这个善恶报应呢就是轻视啊，就这样就是肯定不合理的。所以当你死的时候呢，就是什么都就是一无所得。那这样呢就是天天的是就是可以说是就是闹着这个悲合离欢啊，就是什么这个悲欢离合啊，还有呢就是天天的是就是梦着呢就是这个富贵重重啊，就富贵重重，就这样有什么意义呢？就整天的是为了这个
就是比如说这个感情呐，这个为了就是财产呐，为了一些那个就是你的这种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就是各种这个处理问题就又不开心呐，又互相这个争夺那这样就是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意义就有什么样的意义？所以真正就是看破来的一些这些这个上师们呢，就是他们呢就是在实践当中的许多就是不管是荣华富贵也好，还是就很多的这种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繁华的城市这些都是就一点就是这种这个单轴都是没有的就是一点单轴都是没有，唯一的呢就是希求解脱都是很重要的。前一段时间那个原来法王在世的时候，有一个我们附近有一个叫丘堪布嘛，丘堪布后来这个圆寂了，圆寂以后可能就是好多年来他们的那个道场呢就是没有恢复最近的话呢就是他的有部分的一些弟子呢这个也向这个道场就是进行恢复，就是继续闻思。然后闻思的时候呢，就是其中有一个法师是我的同学，就是然后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他给我说就是以前呢他们上师是一辈子吧，就是可以说是在这个一生当中的话呢，就是每天都是就是唯一的这个将近说法为主。法王也是经常就是赞叹就是丘堪布的这个将近说法的精神那么他的是什么样呢？他说当时他们都记得，就这么多年当中的话呢，除了那个夏天，就是大概是可能有这个7、8天的时间呢，就是他们在刷把子，就是有时候跳个那个什么这个给斯拉王的专辑就表演就这样。除此之外的话呢，就是春夏秋冬这个连一天的休息都没有，就一直不管是星期天也好，15也好，30号也好，凡是就是这个360天，就是每天都是就讲课就每天都是讲一堂课。那么前一段时间他们商量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按照这个上师的这个传统，就是现在每天都是这样讲。那这样的话，这个1个月当中没有这个休息日子，就是现在的人能不能就是让跳价？就现在是对他们来讲是就出现一个问题，就好像1个月当中1天都不休息呢，就是可能现在的这些这个弟子们呢，就是不一定就是特别这个开心但原来他们的话呢就没有问题。我当时一想呢，就是确实这些上师就是一直这个不是1年2年，就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的话，那每天都是他这个讲课呢，就不断的，就是无论是星期天还是我们现在这个城市里面不是这样的，我们城市里面就是大多数的这个我这边这个学会这边的人的话呢星期六或者星期天呢，就是让他们就是上1堂课，上2堂课。但是有一些人的话呢基本上这个来不成就今天是我这个亲戚结婚，明天是我这个亲戚的亲戚死了，就是要去看一下后天的话呢我单位要这个出差再过几天呢我自己感冒了，就是所以总是有一些这个理由就是这些人真的有时候一看呢，哎呦，这些人就表面上说是这个学会着，实际上的话呢就是1个礼拜当中2天的这个空不出来，2天有些也没有，就是只有半天的时间1个礼拜当中连半天的时间都空不出来。人家360天当中每天都是就是不断的讲解，1天都不需要休息。我们这个时间法呢，就是在这个那么长的时间当中呢，就开始不断的去这个转就急急忙忙求什么苦追求，寒寒暖暖度春秋。好像那个刚才我讲的那个新诗诗里面，草草木木应佳节什么默默昏昏败了兔吧，就那个里面就是说是急急忙忙的求追就这个时间的这个事就是寒寒暖暖，就这个寒冬腊月也好，白天就是什么这个就那种这个春暖花开也好，就是一直呢就是就怎么说就是一直这个求这个家务的这种事，但到了这个迷迷昏昏当中，或者是昏昏迷迷当中呢，就是到了这个就白发苍苍了，就是很可怜的，就是真的是什么是是非非何惹鸟，烦烦恼恼几时休。好像那个诗歌里面就是有明明白白一条路，千千万万不肯修。就很多那个你们倒是看一下，我忘了那个就是明明白白，就是我们最后是还是4路一条的，大家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呢就是什么时候这个休息呢？什么时候对三法重视有时候一看到就是这个世界人呢，就是每天都是忙就是每天都是忙着，就是最后呢
就是有什么到头来是什么样的？就是如果你没有修法的，我们这个虚幻不实的这个身体忙了多少年，但是我们现在所忙碌的一切的事情，再过20年、再过30年的时候，全部都是虚幻不实的一个叶子代表着的。唯有我们对这个生活和对为了这个世界呢而做的这个30、20呢，就是会永远的静静的跟着我们，就这一点就是大家应该不得不明白，就不说了。修德增强啊，就修德增强来度深，百年混世，细文长，群科益生，落骨谢，不知何处是家乡。我们呢最好就是不要这个就是特别的去这个增强好度就不要呢就是跟这个人呢就是为了一些这个小小的就是事情呢就是开始这个争执不息就是一直这个争夺吵架打架，就是甚至这个就跟这个互相呢就这个弄得这个不开心就这样没有必要的。为什么呢？我们这个人生的这个拜年呢，就其实是一场戏就人生就有些扮演的这个角色不同，有些呢就是显现一种比较这个成功的这个人一场戏，有些呢就是扮演的就是特别不成功的，自己觉得是就是特别乱就是一糟糕，就是觉得是我从小到现在就是处处都是这个遇到了种种的一些这个危缘痛苦就有些是从小到现在呢，就是修行也算是比较不错的，是这样的。但是到了这个最后的一刻群刻的时候呢，一生锣鼓戏就是这个这个人就最终的时候呢，就是会断气的就最终摸一摸你的额头就现在死了就气断了就这个时候呢，就已经真正的这个离开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的，就是到了最后这个一个气呢就断了就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锣鼓声呢，就是砰一声就完了，就完了。时间当中就是从此以后你这位这个先生也好女士也好，就是已经就是不在了然后呢你的这个心识呢就是跟着你自己的业，你不知你的这个去向，你的家乡是何处也许是你这个家乡呢就前往这个人间，也许呢你这个前往呢是这个这个地狱，也许呢就是前往这个清净的这个刹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应该就是现在有这个自由自在有福报的时候呢，还没有断气之前呢，应该就是怎么说就总而言之就是要像说的这个心慈善法，就是应该有意义的以菩提心来就是摄持，就是做一些这个有意义为利益众生的就是善事，然后最后呢用这个菩提心来就是这个用这个善根来就是进行这个回向用这种利他心来就是这个回向而这个摄持就这个很重要的。确实我们每一个人就是短暂的时间，有些是可能就是明年就是现在的时候，我们在场的就是所有的道友，可能有很多人呢就是明年就是这个之前的话呢就是也离开人间就是也会这个群刻呢就是你的一生锣鼓呢就是会这个卸掉的，就是会断掉。那个时候呢我们自己的这个家乡就是会故乡是为何处，就是自己扪心自问的时候呢真的没有这个心慈善法，尤其是造了恶业的，就没有好好这个忏悔的人呢，还是很这个可怜的因此呢就来到这个世界遇到了大乘佛法同时自己也是基本上明白就是三恶这个取舍的因果道理在这个时候呢不能就是整天的是散乱整天的是处于一种这个没有意义的就是忙碌实践法当中。我想我们很多人当然作为出家人的话呢就是应该基本上看破一些琐事，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就是放在这个修行上，就是这个很重要的。作为一些在家人呢，当然你不得不生活，就是还是要就是可能该赚钱的该这个做农务也好做牧民也好，就是做这些事情就是该做的正常的这个途径呢就应该做，但是你不能也是就一直这个盲目的这个追求就一直呢就是对世间法是特别的这个淡着，1年360天
天当中的话呢，连那个1个月的时间也是拿不出来这个修行的话呢，那就表面上看来你是这个皈依佛教的这个信徒啊，但实际上呢真正对自己的来世呢就并没有这个考虑，所以呢跟那个其他的一些教徒呢没有什么这个差别的。但其他教徒所说的这种人的这个前世后世啊，就是这些方面呢，他们是没有真实的依据。我们这个佛教的一些这个确凿的依据来抉择的时候呢，人的确就是有这个前世后世。那前世后世呢，就是随着你的善恶业而这个特别漫长的这个时日啊。你们想一想，我们人生呢，就是最多的是100年。如果你活得特别就是不错的话，那就是可能120岁、115岁、130岁左右啊。但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恐怕很困难的。但是我们的这个前途是多少劫多少万年，在多少万年的快乐和痛苦呢，寄居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功夫。所以在这方面一点都不考虑的话，是不是我们就是比较这个愚痴？因此呢，希望我们很多人呢，就是今生当中真的是知道了一些这个善恶取舍的道理的话，那就是从世间的迷蒙当中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唤醒过来啊！就是这个寒山大师的话呢，就是确实也是非常这个了不起的这个大德啊，就是他的这种怎么说啊？就是这种这个心识歌的话呢，就是让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呢，应该这个醒过来，就不要呢就是再做这个美梦啊。再做美梦的话，那就是就没有这个意义的呢，就一定要就是懂得了自己的这个明白就是自己这个该做什么，就是总而言之呢，就是大家应该以今生当中就是升起这种这个处理性，就是对这个世界呢，就是不要有这个单着的。人光有一个处理性不行的，我们的这种这个善根呢，就是以这个菩提心来这个设置，以这个空心见解来设置。以菩提心来没有设置的话呢，不能这个成佛的因；没有空心见解来没有设置的话呢，就是它不能成为这个解脱的因。所以呢，我们一步一步的，就是一定要把这个特别重大的这个善根来这个设置，否则的话呢，我看到我们现在汉地也好，藏地也好，有些人的这种善根呢，表面上看来是他是心慈善事，但实际上根本不能成为这个解脱之因呢。这一点就是大家一定要详细这个观察就你不要认为是我因为这个功德啊，我因为天天念经呢，但是你的这个心是什么样的？你的心是为了成就而断除轮回的根而这样这个念经或者是求加持呢，还是你为了这个精神的目的而这个行持善法？就是这方面呢，就是一定要就是辨别好。好，今天算是讲到这里吧。Chupun tsunen chua chua xiao Banzarang kara badma tsadar dang Banzarang kara badma tsadar Banzarang kara badma tsadar dang